我是邵康，欢迎你来到 TVBS 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赖士葆委员、林永平前副市长、郑正前委员。好，48小时，川普下最后通牒，不过已经过了20小时了啊。他说呢，如果你伊朗不开放荷木兹海峡，我就要去炸你的电厂，让你人民没电可用，而且从最大的炸起。通常一国的总统很少做这个事情。都是装白脸，让黑脸让别人做。川普都每次自己身先士卒，自己这样干那伊朗不是省油的灯，伊朗回击说：你要炸我的电厂，我要炸你的这个各种这个等等看什么包括这个海水淡化厂啦等等那另外呢，这个48小时川普自己你看到没有？川普的脸书自己讲得这么清楚然后呢？伊朗说：“我要攻击你的海水淡化厂，我要甚至还要攻击你的金融的这个机构。哇，这就说反正你打我7寸，我打你7寸，彼此互相毁灭就这个意思。海水淡化厂会影响中东1亿人口，连以色列都有大概7、8千人是靠海水淡化，因为它是沙漠没有水嘛，但旁边有海啊，阿拉伯海啊，波斯湾啊，所以呢，海水抽来以后。”淡化还有当然很贵的啦。我最早在美国做研究，做这类方面的研究，把这个废水这个脏水反正不能喝的水，怎么变成能喝的水，成本都很高那你看卡达99%都要海水淡化，巴林90%，科威特90%，以色列都要80%，阿拉伯70%，阿联42%，所以几乎都是靠这个那伊朗呢说呢，荷木兹海峡对不是敌对的船开放，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而且事实上，你问伊朗他现在都说我并没有封锁我并没有完全封锁但是没有船敢过为什么？保险费对，保险公司保险费现在一个船通过要很高的保险费所以这些船不敢过嘛，不是讲过吗？船东都不在船上嘛，船东在办公室里面，船上都是船员，包括船长都是船员他为你去拼命，他拿个薪水跟你去拼命，他怎么可能嘛？而且到时候船真的沉了，搞不好还除了他的生命，就算救上来，他怪你呢，干嘛你通过？伊朗外长说，我们不会被更多的威胁动摇，而且我们没有封锁荷木兹海峡，你们过怎么不敢过你过你不相信？如果今天反正不管台湾也好，老共也好，说台湾海峡只要过小心，看有没有船敢过，没有船敢过，冒着我就跟你讲，船干嘛冒这个险嘛？你今天是船长，你要不要冒这个险？我问你嘛。好，现在只剩下24小时了，因为川普都讲过，到现在已经过20小时了。所以呢，伊朗说我要报复你，如果打我荷木兹，我一个彻底关闭。我现在没有关我会彻底关闭。而且呢，我把美国跟他的盟友在中东的能源、科技、通讯、海水淡化，甚至金融机构。买美国公债的金融机构，现在很少金融机构不买美国公债，通通给你炸了。那另外呢，伊朗要攻击美国的外交机构，所以美国国务院 alert 警告全球警告，就是你不只有在中东，任何地方的美国机构都小心，外交机构都要小心 ，AIT 要小心，就这个意思那北约秘书长他一向是很支持川普的，他说挺川普打伊朗，我们有20个国家合作。绝对能重启荷木兹，你听他吹牛嘛？真的吹，他怎么重启？不是他的。然后呢 ，Political 这个网站是说呢，伊朗战争结束以前，美国不会安排川习会。本来3月底，3月30要去后来川普说4个礼拜，后来又说6个礼拜，那现在什么时候还不一定。但是白宫否认，白宫说我们正在规划。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要求伊朗在48小时内开放荷木兹海峡，否则将攻击境内发电厂。伊朗火速回应，如果敢动手，下场就是这样。伊朗飞弹直捣以色列核子研究重镇迪莫纳，瞬间将地面建筑炸成废墟。伊朗军方作战指挥部放话，如果燃料设施遇袭，就会以牙还牙，报复打击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讯科技及海水淡化基础设施。若没有逆渗透淡化海水，可能影响中东高达1亿人。
在美国驻伊拉克使馆遇袭后，位于巴格达的情报总部也遭伊朗无人机攻击，升起浓烟，传出1人伤亡。If supply disruptions become prolonged, Goldman Sachs has warned that the price of Brent crude, the global oil benchmark, could top its all-time high set in 2008. Of around $147 a barrel. 过去2周内，伊朗在荷姆兹海峡至少攻击了20艘船只。其实这早已是伊朗的惯用手法。1980年代油轮战争期间，美国和盟军就曾护航船只，防止伊朗和伊拉克的海上攻击。如今在海峡上空还有伊朗无人机威胁，但专家预测，即使这样，荷姆兹海峡要恢复安全通行，恐怕还需要好几周时间。赖伟。我们看到这个是打不完了。本来大家觉得前一阵子还说哦，他这个战备所有放出来，好像整个油价就下来一些，然后又上去哦。现在其实全世界在看这一局啊，最担心的就是油价。油价一影响，就影响什么？影响物价，影响什么原料什么之类的。现在一个肥料也受影响的。所以整个来讲，大家是从经济面来看，所以这个打下去啊，对经济影响太大。你看我们台股已经跌几天了。亚洲股市也是跌几天了，今天日本一开盘跌2000多点了，我们一开盘跌1000多点了，韩国一样都惨兮兮，为什么？还没打完呢，还没打完，而且要继续打。那川普来讲，大家觉得很奇怪，一个总统，全世界都这样子哦，大家都请发言人来发言吧，要当黑脸就发言人来讲，外交部长来讲，结果他不是，他自己唱黑脸，他自己就什么要出来讲，每天就讲说我要打你，我要打你。伊朗学乖的，从去年的6月。不是这个美国的轰炸吗？去打那个核能措施，一下子后来就好了，就没事了，10几天就结束了。他很后悔，他现在就后悔。他说不要重蹈上一次的覆辙，所以呢，他就是要打到底。那他打的其实我们这里一直在讲不对称战争，不对称战争。各位你可以想，我们讲不对称战争是什么？他说哎，我一定要买武器，买武器就跟他对打，一定输嘛，就是看起来就不容易就。伊朗打美国是一定输，所以他怎么样？就当你旁边的美军基地啦、金融机构等等。现在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要针对这个附近的有买美债的机构。我特别查了一下，有买美债的机构基本上都以国家为主嘛。以下来讲的话，有一个叫做阿拉伯国家委员会，里面有阿联酋、科威特、卡达、阿曼和巴林。沙特阿拉伯这几个国家基本上都有美债嘛，美债非常多了。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美债非常多，那他会去打他，这个东西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很可怕，怎么这样子？那大家一定会问，伊朗已经被打得密密麻麻，台湾话叫做密密麻麻，为什么他还有？第一个，为什么还有人力在打？第二个，为什么他还要打？那为什么有人力？因为他已经做好准备，准备这么久的时间，他的山区，他的整个的面积这么大的一个面积。这个里面的一些的武器藏在山底下，你就很难打。第二个，他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一定要 hold 住？里面呢，很多人分析的，就是他那个神权政治不能够破坏。他整个来讲，这个政权的安定比这些战损来的更重要。我战争损失了多少？但是重要的，我要维持我政权的一定的稳定性，我要牢牢抓住在手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以中东地区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伊朗相对来讲，在中东地区几乎可以称王了一样，它的军事力量算非常强的。那你现在一来的话，整个现在来说的话，如果你不打，整个被压下来，那你这个什么领导地位要通都没有了。那么另外要最后一点，还是回过来，就是宗教的一个信念，他们认为。这个圣战，这是一个圣战，不管死伤怎么样，我死了以后，他们去他们的真主阿拉的旁边是很荣耀的。唔给他戏呀，这个一打仗的话，碰到唔给他戏，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这一局你就发现来说的话，整个来讲，其实大家都在看戏的角度，但是问题它会影响到你我的荷包，因为油价涨了，通货就一直涨，然后你会发现所有全球的资产统统在跌，没有在涨。政委。我觉得就是对川普来讲的时候，他现在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个 MAGA 的孤独主义，那个独立那个 MAGA 的
孤立主义的支持者正在流失了哈。然后另外就是他们整个美国经济数据一直在恶化。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就是川普他要怎么样找一个他可以宣称他赢了的一个下台阶哈，才不会对他11月3号的其中选举产生太大的一个负面影响。所以我在想说，他现在那个使出那个最后通牒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时候，要伊朗就是直接开放荷姆斯海峡，这一招到底会不会管用？其实我个人是比较保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伊朗他们其实目前看起来是有底气继续往下拉这个时间的。伊朗没有说他需要很快的时间把这个战事把它结束掉，可是美国他有这个压力，所以包括说现在西方美国这边也在讲说，因为川习会这边的时候，因为这个伊朗的战争的时候呢，可能要往后延，那延多久？感觉就是无限期的往后延了，你知道吗？那所以说现在对于川普来讲说，他有一些国内的一个因素，迫使他必须要赶快找一个下台阶。那他现在去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看起来是，除非他们在短期就在做更大的一个攻击，那更大的传统性的攻击的时候，我觉得只要不是核武攻击的时候，我觉得伊朗它是撑得住的。那以这种状态来讲的时候，刚刚那个赖委员他们提到说，对台湾这边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知道，就是荷姆斯海峡，台湾有1/3的液态天然气 LNG 是从荷姆斯海峡这边进来的，那这个部分对台湾来讲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 LNG 的时候呢，目前的一个法定的一个法定的一个储量的时候，大概就11天哈。那经济部说，我们现在有11.5天，其实差距不了多少。那事实上，在大概2个礼拜前的时候呢，经济部这边其实还非常的担心，因为5月份的天然气从哪里来，其实还没有到。还没有确实下来，那现在说，已经有底了，那确实安排好。可6月份的时候要从哪边补？要从美国这边补进来。那后续会不会对台湾整个经济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马上去面临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对美国来讲，他要怎么样找一个好的下台阶，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续下再回来。好，美国把这打伊朗呢取名叫史诗怒火，就史诗级的你就想到十字军东征9次十字军东征，所以是跟历史有关。史诗现在火更大了，武器更精良了，到现在为止出动了8000架次的轰炸、射击打击美军澄清没有战机被伊朗击落，虽然伊朗说有啊 F-15被我打掉啊，美军说没有那另外呢，这边传出来是无人机，死神无人机，就我们很高兴，马上要买2架来的美国有11架 MQ-9死神无人机被击落，损失105亿美元这飞机蛮贵的那我们也买我们买也蛮贵的。那另外呢，这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死神无人机会被击落？死神无人机是很厉害的去斩首别人这无人机不是只是什么侦测，还会去斩首人家。结果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当然从战争就可以知道，你没有经过战争，其他那个试验都是假的嘛。实验场了什么放个几个拦截率都好，那个其实都不可靠。真的到战火，就像那个新兵你在新兵训练场再训练，一到了战场马上就不一样了。那个真刀真枪跟你训练的时候怎么会一样呢？跟演习的时候怎么会一样呢？以色列原来是不怕的，因为这里有铁穹这个 Iron Dome 铁穹可以这个防御各种攻击就这次居然有些飞弹都穿进去了甚至这次说铁穹的拦截率只有50%，换句话说，我打100颗，50颗是打得进去的所以呢很可怕。以色列人原来是无感的，就是我们都打别人嘛，我们自己不会现在害怕了伊朗飞弹昨天打到以色列的核武库的门户，只差13公里，他本来打这个核武库偏了一点就造成民众的死伤。也害怕你跟房子都打烂了那因为以色列一直说他没有核武，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有都不说自己有，所以呢就打他这个核武器的这些仓库那另外呢，这个因为为了报复核设施所以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他被打了，他打人家，所以德黑兰传出前所未有的爆炸。换句话说，之前的爆炸呢都只是牛刀小事，现在开始狠狠的打那另外呢，以色列参谋长说要扩大地面攻势，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的战斗。怎么打伊朗搞黎巴嫩呢？因为真主党是支持伊朗的，伊朗的算是外围了所以呢，
对黎巴嫩扩大地面攻势。黎巴嫩总统说，全面地面入侵的前兆，他们要打我们了，我们要小心啊。那川普5月的时候，突然川普也变来变去，之前说我们要开始缩小规模，哇，所以油价开始下跌。后来又说48小时通跌，哇，油价又上涨了。现在又说最后倒数20小时要重拳突击，我们要有实力追求和平。大家会想说，哇，这是不是要真的出重拳了啊？那另外呢？CNN 说，伊朗也在推动，说好了，你们既然要通过，每个船给我们200万美金好了，买路钱哦。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当然除非伊朗现在真的是也民穷财尽了，没有钱了哦，要不然在这个时候收钱有点怪怪的哈。那另外呢，把荷姆斯海峡封锁，还有红海可以通过，所以现在也门的青年运动想要去封红海，那个是伊朗的外围组织，之前也封过，你记得吗？那美国现在是安抚，所以你不要卷到里面了。这我们跟伊朗是，你不要去封红海啊。那这个国际能源组织他们是说呢，比前2次1973跟1979的石油危机更严重。当时每天2次，每天各损失500万桶，一天2次共计1000万桶，就每天少了1000万桶。这一次每天已经损失到1100万桶，比上次2次加起来都多。还有这次还有天然气，所以呢，等于2次石油危机加上1次天然气的危机同时爆发，主要还是荷姆斯海峡。当时就讲了，这个封锁以后那影响很大，川普也不听哦。美国官员相信伊朗再怎么样还会坐上谈判桌了，哦，要6个承诺，未来5年不发展会飞弹，浓缩铀活动完全停止，上次炸的这3个地方永久除役，不要再恢复了。另外呢，这个离心机就是要浓缩铀严格的管制，还有呢，跟邻近的国家签署武器管制，飞弹不能超过1000个，不得资助真主党，刚刚讲了，也门的青年运动、加沙走廊、哈马斯这些代理人不能资助他。其实美国过去跟他谈及要求，伊朗都已经多次拒绝。那现在会不会因为在这种不断的这个挨打的状况之下同意？不知道，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同意。震耳欲聋，飞弹破空而出。伊朗国营媒体释出多段发射影片，还声称击落美国和以色列一架联合作战无人机。随着媒体空战越演越烈，网络近期更疯传一架美军 F-15战机被伊朗打下来，美国军方火速发文否认，称是假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强调，美军事实上在实施怒火行动期间，已经执行超过8000架次的作战飞行，没有一架战机被伊朗击落。倒是伊朗多个军事目标持续被美军狂轰猛炸。Well, Maria, as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he will start by attacking and destroying one of Iran's largest power plants. 随着川普对伊朗48小时通牒，时间剩不到一半。如果不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下一波目标预计会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仰赖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黎巴嫩一座关键桥梁被以色列猛烈炸毁，以军称那是真主党的军火补给要道。黎巴嫩总统警告，这一炸恐怕代表以色列全面入侵倒数计时。镜头拍到黎巴嫩上空，不是军机就是火箭飞过，战火越来越激烈。黎巴嫩境内已经上千人丧命，超过100万流离失所。联合国相关组织谴责不断，也显得无能为力。Before the war, about 140 ships like this would pass through the strait, both directions every day. Now, it's just a handful. 外媒也披露，伊朗已经悄悄将封锁荷姆兹海峡变现，未来每艘油轮想通过得支付200万美元，约台币6400万元的过路费。战事升级也血洗雅股，黑色星期一日股开盘不到1小时狂泻2100点，韩国 KOSPI 指数一度大跌4.8%。The chokehold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blocking most fuel and energy imports from the Middle East to Asia. 石油储备
相对吃紧的南亚、东南亚国家危在旦夕。斯里兰卡预计每周3关闭政府机构，菲律宾则打算将政府办公室改为每周4天的工作制，减少能源成本。位在欧洲的斯洛维尼亚，更因为战事导致的跨境加油，导致政府被迫祭出限购令。而将近一半原油进口都仰赖荷姆兹海峡的印度，总理莫迪紧急主持能源危机会议。而在美国发布30天豁免令，松绑各国购买俄罗斯石油之后，一艘俄罗斯油轮已经抵达印度港口，为印度下了一场及时雨。菲律宾为了能源的问题已经宣布政府机构1个礼拜停止上班1天，就除了原来的这个休假日以外，再多停1天，因为大家减少交通减少这些能源的这个损耗这么严重。来，永平怎么看？美伊战争现在正式进入到第4周那当然现在的大家关切点就是全世界都在看呢，就是因为备受压力的美国总统川普呢，现在进入了放狠话最后通牒的时间那伊朗呢不出所料，他呢对于川普的放狠话呢，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呢玉石俱焚你说你要炸我的电厂，你如果来炸我的电厂呢，我就立刻炸你中东的这些跟你美国盟国的净水厂那个净水厂呢，现在本来大家亚洲地区现在荷姆兹海峡担心的是油的问题，可是对广大的中东这些产油国家，或许它的那个产油设施、产气的设施一时之间受到一些损害，它减产一些没有错，可它没有水，它的人民就活不下去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大家在打架的时候彼此互掐喉咙互相扯住你的7寸。那在这个时刻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川普呢现在又到了非要放狠话不可的时刻，因为他其实压力越来越大，是因为整个美国内部随着他的反恐的一个高官他的一个主任叫肯特的辞职呢，那个辞职信那个人是 MAGA 的里面的要角当时呢在美国这个听证会的时候都差一点因为他的立场太过极端太过符合那个 MAGA 的极端主义呢而不被通过，而这样的一个 MAGA 的要角呢辞职信痛斥川普，而且把他当时呢这个战死的太太也拿出来，而且直接骂川普说你被以色列人你陷入以色列人的陷阱你整个美国总统多少年来就一直被以色列要骗去打伊朗，不同的美国总统都可以对抗这个陷阱，结果你伊朗那个川普一脚踏进去，那以色列他到底真的在干嘛呢？现在情势也很明朗了，伊朗跟以色列隔很远以色列对伊朗当然他去这个轰炸他等等，可是以色列真正要的是什么？他声东击西，他真的是要什么？他真的是要跟他相邻的黎巴嫩，他要做领土扩张大家看以色列搞加萨，他也是要把本来不属于他的领土通通都扩张约旦河西岸屯垦也是在扩张，他黎巴嫩南部他早就过去有进攻到黎巴嫩南部的部分，他现在呢把美国卷入以优势的这个空军战力、飞弹各方面去炸伊朗之后呢，他逼迫伊朗无暇他顾，没有办法再去给他的这些代理人组织，像什么真主党很多的外援的时候呢，他就真的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他就要做领土扩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帮川普讲话的人都说没有，你们这个就是反犹的主义，没有要这个不是以色列叫我们去的，不是以色列的陷阱等等。可是你看到现实就是美国人帮忙以色列打伊朗，削弱伊朗之后，遂行了以色列的领土扩张主义。那这样子的整个中东呢，当然永无宁日啊。因为以色列还是一个好战派啊，那你这样子搞下去，原来的国家、原来的边界，那跟以色列相邻的那些阿拉伯国家有那么多，是不是每一个人大家现在也都
惊吓万分，所以这种情势可以说越闹越乱，而美国。以色列的好战，以色列要扩展领土，以色列跟阿拉伯的世仇，这个局势都知道。但是美国总统做了错误的决策，导入现在这样的一个大乱局。这个我就不懂哦。我们都懂一个道理，就是硬人说软话。哦，你看那个黑道老大讲话都是很软的，小弟才喊打喊杀。就你川普是全世界最强国家的最有权力的人。理论上不需要那样每天威胁人家48小时、20小时，我炸你！他只要轻轻讲一句话，大家都应该吓得浑身发抖。他现在不是每天讲重话，讲了半天又不能兑现，那你讲了以后他就不相信了嘛？所以没有看到这样的，真的没有看到这样的。记住一句话，硬人是说软话的。你看那个董事长、总经理会把每天部下叫起来痛骂吗？他不会，他干嘛？讲一句话就够了嘛。连这个权威没有，你就不要干你这个董事长、总经理了。反而是那种比较下面小小的那种科长啊、组长啊，搞不好会在那咆哮。你当了这么大国的总统，每天威胁别人，然后后来又达不到你的目的，也争取不到你要的这个结果，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川普在搞什么。我们休息再回来。